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田大妈在年轻时以勤劳和能干著称，家中无论大小事务，她都一手包办，且总是无怨无悔，身体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然而，岁月不饶人，吴大妈近来频频感到头晕和乏力。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她被告知患有高血压。由于轻信了邻居的推荐，吴大妈花费了1万余元购买了一种据称能彻底治愈高血压的药物。当孙女小张得知这一情况后，她告诉田奶奶，高血压是无法根治的。这是真的吗？这5种疾病根本无法治愈，千万别在病急乱投医。1. 风湿性疾病。风湿免疫病是与自身免疫系统相关的一种慢性疾病，很多老年人常年受到它的困扰，严重者会导致关节变形、致残。于是很多人四处求医，希望能早日彻底治愈。如果出现关节肌肉疼痛、腰背部疼痛僵硬，化验血时出现血清学异常、免疫学检查异常，都可能提示罹患了风湿性疾病。而且大部分风湿性疾病都是慢性进展性疾病，是不能根治的，但大部分风湿性疾病都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控制高血压等慢性病一样，把病情控制好。2. 老年痴呆。我们平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一般是指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行动障碍以及人格改变等表现为特征。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发病是不可逆的，目前尚没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病情进展。目前获批使用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也只能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无法根治这一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是一个世界难题，全球的科学家们都至今还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科研，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但是可以通过延缓治疗降低疾病的进展。3. 银屑病。很多银屑病患者对于银屑病基本知识存在误区，有的希望一劳永逸追求根治，听信各种偏方、秘方。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病，目前还没有可根治的方法，只能通过正规的用药、生活管理等方式让病情进展变慢或避免其复发。盲目迷信祖传秘方或是所谓可根治药，不仅耽误治疗，有些秘方甚至危及生命。4. 高血压。高血压现如今已成为困扰多数人的慢性疾病之一，很多人都需要长期服药，于是彻底根治高血压是不少患者的心愿。目前高血压还不能被治愈，临床上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血压达标，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要终身服用降压药。需要提醒患者的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降压药，不能偏听盲信，随意更换降压药或者停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相同，适合他人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患者自身。5. 慢阻肺。慢阻肺，通过这个名字可以看到它的特点，一个是慢性的病，另一个是阻塞，就是吸气、呼气这个气道出现了阻塞，也就是出现通气功能的障碍，然后肺病就是带来的一系列的肺部疾病，所以一般都发生于长期吸烟的患者或者有些长期粉尘吸入的损害。慢阻肺无法治愈，但可防可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呈进行性发展，需要长期维持治疗。长期药物治疗可预防和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提高运动耐力和生命质量。无论男女，身体出现这几种异常，说明你真的老了。1. 记忆力减退。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体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会逐步减少，这一现象往往会导致老年人记忆能力的衰退，
具体症状包括难以记住新信息以及经常性的遗忘事物等。在此过程中，家属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若发现老人在多次提醒下仍无法回忆起相关信息，则需警惕是否存在老年痴呆的风险。2、看东西模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眼睛可能会遭遇一些困扰，诸如老花眼、白内障等视力问题开始显现。一旦眼球的透明度降低，眼肌的调节能力减弱，老年人便会感到视物模糊，不再像以往那样清晰。3、走路容易摔倒。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不仅容易出现钙质流失的情况，而且肌肉量也会逐渐降低，特别是大腿部位的肌肉减少得尤为明显。这一现象进而可能诱发骨质疏松和肌少症等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会削弱老年人的下肢力量，使他们在行走时更容易发生跌倒。4、皮肤变得松弛。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我们就能大致判断其年龄。若其面部皮肤出现色素斑、皱纹等迹象，那么这个人的年纪很可能已经不轻。老年人皮肤逐渐失去紧致，变得松弛，这主要是由于皮下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减少所造成的。5、身材逐渐走样。身材变化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身高的减少和体重的增加。身高的降低源于脊柱的逐渐缩短，而体重上升则一方面归因于人体新陈代谢速率的减缓，另一方面也与老年人行动能力受限、运动量不足密切相关。儿子去世，儿媳丢下孙子，火速改嫁别人。8年后，他回来要给我们养老。当初我并不同意儿子的婚事，我们家很有钱，女方家却是一穷二白，这压根就不是门当户对。我激烈的反对，一贯温和的儿子却固执起来，甚至还为此跟我吵架说：“爸爸，我这辈子非他不娶，不让我们结婚，我就永远单身下去。”儿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下来。后面儿子儿媳还是结婚了。办婚礼那天，儿子声泪俱下地跟宾客诉说着他们的爱情史，儿媳也在那哭个不停，周围人都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这心里却很难受。一方面，女方跟我们家确实是不匹配，另一方面，爱得太热烈并不是什么好事。多情的人必然多疑，多疑又要生恨。有句诗叫多情自古空余恨，便是这个道理。我是过来人，不希望儿子这样痴情，不然最后只会伤到自己。儿子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也劝不动他，只能让他自己去经历，去体会。结婚没多久，儿媳便怀孕了。儿子为了多赚钱，就跑到外地打工，儿媳在家里有老伴精心地伺候着，每天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儿媳仍不满足，饭不好吃，要吃面，不想喝白开水，要喝饮料。儿媳跟我们闹腾也没什么，毕竟我们岁数都大了，经得起折腾，也不会跟她在意。可发展到后面，儿媳居然跟儿子闹了起来，不知他是从来胡思乱想出的东西，居然认为儿子在外面找其他女人。儿媳开始每天给儿子打电话、发视频，一遍一遍地问，尽管儿子赌咒发誓绝没有出轨，儿媳还是不开心，不闹昏天黑地绝不肯罢休。她闹到后面，居然要求儿子辞职回家，宁可不赚这个钱，也不想让他在外面。我劝儿子慎重考虑，现在找个好工作挺难的。儿子却叹气说：“算了，他不让我干活，我回家待着就是。”儿子还是辞职回家了。刚开始那几天，儿媳确实不闹了，可惜没坚持几天，儿媳又开始吵了起来。再深厚的感情，这么吵也吵没了。可是错不在儿子，我的儿子我知道，他是个老实人，绝不会做出那种不好的事情来。但儿媳不依不饶，闹得全家不宁。儿媳终于生娃了，我这心里高兴，
也为了安慰他，让儿子给他买了个金镯子。原以为有了孩子，儿媳就能消停了，可惜我想的还是太简单。孙子才几个月，儿媳就跑回了娘家，一待就是10几天，怎么劝都不回来。而且他还在外面到处说儿子出轨，但又拿不出实质的证据。我气坏了，让儿子跟他离婚。儿子又狠不下心，当时我真的很崩溃。亲家母好好劝了一阵，儿媳终于是回来了，闹是不闹了，却整天抱着手机玩游戏，又跟许多不同的男人打电话。等到后面，终于被儿子抓住了他出轨的证据，他却还狡辩：你犯错可以，我犯错不行。儿子被气得晕倒在地上，我和老伴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媳连一句问候都没有，直接搬回了娘家。儿子出院后，因为心神不宁，开车的时候一脚油门撞到了电线杆子上，人一下子就没了。出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下午他还活蹦乱跳的让我们别联系，晚上人就没了，怎么会这么快？儿子出事后，儿媳第一时间赶回来，把6个月大的孩子扔了我们，然后头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儿媳的绝情更让我们绝望。一想到当初儿子结婚时，儿媳在台上感动的哭泣的样子，我就觉得虚伪，真是虚伪至极。唯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亲家2口子还算有良心，他们亲自来帮儿子办后事，临走前还给孩子留下了5000块钱。亲家母叹着气说：我那个女儿根本劝不动，连我们都不认了，既然如此，我们也不认她，随她去吧。过了半个月时间，听亲家母说，儿媳改嫁了，嫁给了附近一个开出租的男人，岁数比我儿子大，工作没我儿子好。听到这个消息，我算是明白了，他从未爱过我儿子，谁能给他温暖，哪怕是虚假的温暖，他都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虽然儿子没了，但至少还有孙子，生活还有指望。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都有1万多，完全够把孙子抚养长大。再加上亲家那边时不时的会给我们送些东西来，逢年过节还会给些钱。我们并不需要钱，这份心意却让人感动。儿媳的哥哥也经常来看孩子，有时竟会流下泪来，说着这孩子可怜。他告诉我们，因为儿媳的做法太恶劣，他们都跟儿媳断了往来。我苦笑着，也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孙子一天天长大，样貌和性格都很像儿子，全然没有儿媳的样子，我彻底放了心。听亲家说，儿媳生活得很不如意，那男人赚不来钱，又3天2头在外面惹事，而且还把他前妻的孩子接了过来，让儿媳伺候。儿媳带着孩子，又没法出去工作，整天就在内困着，我也懒得管那么多，随他去吧。几年时间过去，孙子上小学了，亲家2口子也相继去世。我们虽然一天天衰老，可这身体还行，估计还能撑几年。儿媳早已没了消息，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等到孙子8岁时，儿媳忽然回来了，先是去了他哥哥那里，可是他哥哥把他骂了一顿，赶了出去。后面他又找了其他的亲戚，所有人都知道他干过的那些糊涂事，没人愿意理他。有一天，儿媳居然来找我们了。那天早上，我和老伴正在吃饭，忽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儿媳。她一见到我们就跪了下去，说自己错了，说想看看孩子，想往后给我们养老。儿媳哭哭啼啼的，我瞧着好笑，当即把孩子拉了过来，冷笑着说，这是听孩子的。8岁的孙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儿媳，疑惑地说，他不是有别的男人了吗？还回来干什么？听孙子这么说，我当即把儿媳推出去，一把将门关上。听儿媳在门外嘶吼，我直接给物业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个疯子带走。